钱货，不卖你我吃什么？还有你，养这么大也不知道给我找点吃的。我不是正准备去医院看奶奶吗？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还有2个孩子啊？青青，这是5斤小米，咱可说好了，明天我就来把二丫带走。行。大远哥，这是我卖掉二丫换的粮食，明天认鸭子过来，说不定还能再多换点。青青，你什么时候把你家那2个拖油瓶处理好，我就跟你在一块儿。好，我穿越了，穿进了荒年，还是一个不疼孩子、一心卖女求良、讨好小白脸的寡妇。最后一个不吃粮食了，不要卖掉我！我以后会出去找粮食的，你不要卖掉二丫。别怕，原身真不是为了和李家的小白脸在一起，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扔。青青，你走，我不卖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出尔反尔啊？是你说的，只要粮食管够，卖给谁家都行。这南边王家可是给了你足足5斤小米啊！在荒年，人命居然只值5斤小米。我现在不卖了。哎，那王家小子16岁，是个傻子，要不是上一任媳妇儿被打死，哪能轮到你家丫头？你现在把她卖过去，当个童养媳，最起码这荒年吃喝不愁。你觉得好，怎么不自己卖过去啊？儿子丈夫都有了，一步到位。哎，你这天杀的啊！你一个外来的寡妇，在我面前拽上了。你干这种缺德的勾当，也不怕遭报应，迟早进去吃牢饭。这都荒年了，你吓唬谁呢？你把5斤小米给我，我立马走人。小米早就被原身拿给李家的小白脸了，家里哪还有粮食？拿不出来粮食，那今天这人啊，我必须带走。哎，你今天别想带走我孩子，我。双穿门系统已绑定，根据目标人物机密值可开启穿梭。目标任务大牛，二丫已绑定。双穿门，要是能穿越回现代，就不愁粮食了。青秋，你拿不出来粮食，也不让我带走孩子啊！你让我怎么交差？谁说我拿不出粮食？3天后肯定能拿出来，你3天之后上门取就行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3天后你要拿不出来粮食，我瞅人把你这破房子给你拆了！哼！小可爱，让我抱抱。你要卖粮食我就给你找，你不要卖掉二丫。我不会卖掉二丫了。肚子我饿。二丫，饿这就出去给人找吃的。等一下，2个孩子这么懂事，被原身折磨成这样。我记得原身还藏了一个粗面馒头，就在床头。你们俩都饿了吧？来吃。谁给你们胆子，敢吃我的粮食？再让我看见你们偷吃我1粒米，我把你们扔进山里喂狼！看来原生给孩子的影响太大了，我还是要慢慢转变态度。你们吃不吃？不吃的话，我可叫林婶来了。
哥哥，我还第一次吃这么饱呢。大牛饱腹感加50，二牙饱腹感加50，能量充满，可穿越一次。原来孩子的饱腹感可以穿越，难道他真的变好了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想把我们养得肥肥胖胖的，卖一个更高的价钱。我保护好妹妹。哥哥，我想睡觉。这原主居然让孩子睡到草堆里，这么轻，2个孩子平时就吃野菜，能长这么大，太不容易了。有我在，再不饿你们的肚子。开始穿梭。我居然真的回来了！既然可以双穿，那现在不缺粮食，荒年不缺古董，只要物物交换，既可以让孩子吃饱，又可以救下奶奶。9点了，我得赶紧去一趟医院。奶奶，秋儿。我今天路上有些耽搁了，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秋儿啊，奶奶的身体啊自己清楚，都不用住在这医院浪费钱。你看你辛辛苦苦攒的钱，全都浪费在这医药费上了。奶奶，这不是浪费钱，反而我很庆幸，幸好我攒了这笔钱，能交得起你住院的费用。手术费60万呀，咱哪能住得起呢？再说还害了你辛辛苦苦考的历史研究生，也没能验上，是奶奶我拖累了你呀。奶奶，你就好好听医生的话，钱的事情您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找到赚钱的办法了啊。奶奶，您尝尝这个，这是我买的你巷口最喜欢的那家糖糕。还是原来的味道。系统，一般系统都有商城，你有吗？没有，本系统仅可储存物资，最大上限为30斤，后期可升级变大。那我以后就能放更多东西啊。荒年可没有冰箱，系统，我这些东西在空间会放坏吗？不会，系统空间时间静止。那就好。开始穿梭。给孩子们做个晚饭吧，他们太久没有吃饱了，还是做一个清淡的粥比较好。哥哥，什么味道？好香呀！这是瘦肉青菜粥，你俩醒了，快来吃吧。哥哥，好香呀，可以吃吗？你是想让我们吃饱，卖一个更高的价钱吗？
孩子们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了，稍微好一点，他们都感觉自己要被卖掉。我们都有粮食了，我还卖你们干嘛？都有肉了，还在乎这几斤小米？那娘是不是不会骂我啦？不卖。哥哥，娘说不骂我了，我们喝粥吧。二丫年纪小，心思单纯，大牛到了能识人的年纪，原生那般对孩子，大牛戒备心强，反而是好事儿。你们吃不吃？不吃的话，我就给别人了。这肉粥可是稀罕物，不然就浪费了。吃！娘，你做的饭好好喝呀！你要是想喝的话，锅里还有，我再给你盛点。娘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柔的说过话，难道她真的变好了？千秋，你不是说今天有粮啊？我过来拿。这是原主一直跪舔的李家小白脸。你大半夜来我家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把二丫卖了就有粮食吗？我过来拿。哎，看什么看？是你家吗？你就看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肉味儿。你们家居然有肉！好啊，秦秋，你们家居然有肉粥吃！哎，你给我出去！大牛二丫，你慢慢吃。千秋，我好久都没吃肉了，赶紧给我拿肉。我家的肉凭啥给你啊？千秋，你平时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第一时间先给我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原生以前哪怕自己饿肚子，都要把粮食拿给李远，现在我穿过来了，绝不会再让他从我这儿拿走任何东西。我以前是鬼迷心窍，把什么吃的喝的都给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小白脸，现在别说肉了，1粒米都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答应了你，没去见你，生气了。哎，别闹脾气了，明天我好好陪你一天。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以前明明最喜欢我哄他了，这是怎么了？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千秋，赶紧给我道歉，给我拿肉。不给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。哼，站住！看吧，每次我装生气，他都会赶紧来讨好我。果然还得是用这招吧。秦秋，快给我拿肉！把之前我给你的粮食都给我还回来。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，秦秋，那都是你自愿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还给你？这就是原生一直掏心掏肺，宁愿自己吃野菜，也要讨好的人。再说了，你就是一个寡妇，你看这村里除了我，谁愿意搭理你啊？我嫌你晦气。寡妇怎么了？我是吃你家饭还是花你家钱了？你浑身上下哪一件不是我给你置办的？那怎么了？那都是你自己倒贴的，我又没逼你。秦秋，你敢打我？这下舒服。原生不是人，可这男的处处 PUA 原生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跟吴家婶子关系不一般吧？秦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认识他。那我帮你回忆回忆，昨天晚上南边荒地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我听说这吴叔是个屠夫，为人凶狠蛮横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跟他的媳妇儿纠缠不清，他会怎么样呀？秦秋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这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。原生昨晚去找小白脸，意外看到他和吴婶纠缠，回来躺床上气死了，恋爱脑不可取啊！我说不说出去，全看你的态度。好，肉我不要了，但你之前给我的我都吃了，我也没办法还你。粮食我不要了，你以后不许再出现在我的家里。好，站住！你脚下这双鞋是我给你缝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脱下来。
千秋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哦，那吴大叔，哎，闭嘴闭嘴！脱就是了。现在我能走了吧？还有这件上衣。行了吧？裤子。千秋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脱成这样，我还怎么回去啊？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不脱是吧？吴，好，我脱就是了。现在我能走了吧？行，滚吧。好，秦秋，今天我竟然被你如此羞辱，你给我等着！大牛饱腹感加100，二牙饱腹感加100，可穿梭次数2次。哟，都喝完了，真好。娘真的把那个坏人赶走了？他今天没有把粮食给出去？娘今天没有打我们，还给我们饭吃，我喜欢今天的娘。娘，二丫想要抱抱。来，娘抱抱可爱的二丫。哥哥也想抱抱吗？我才不要！别扭又傲娇的小鬼，是娘想抱。大牛爱意值加15，二丫爱意值加15。娘身上好温暖。秦秋，你们家刚才院子里吵什么呢？我家是什么菜市场吗？怎么谁都能破门而入？还有没有点隐私感了？回去必须带一把锁。是一点小事罢了，没什么。小事啊！哎呀，你们家里居然有肉粥，这哪里来的肉啊？哎呀，快，拿出来让我也尝尝！快！这就是暗地里和李远一起撺掇原参卖孩子送粮食的吴婶。哈哈，不给。你敢不给？好，你等着！哼！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啊！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吧！这强寡妇家有肉，居然！哼！哎，你们都看看啊！这个强寡妇家，她居然有肉！你确定她家里真有肉？这都荒年了，哪还有肉呀？我亲眼所见，哪里有假？要我说，他都靠卖女儿换粮食了，这家里这哪里会有肉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爬到哪个野男人的床上了吧？啊！不许你诬陷我娘！嘿，你个小崽子啊！你还替他说话了？你娘前几天还问我镇上有没有收劳力的，要送你过去呢。你骗人！娘说不卖我们了。你问问你娘啊！原参前几天确实问了吴婶。你骗人！哥哥，大牛，你们对我不满意，大可以冲我来，为什么要伤害一个孩子？嘿，你都做了，还怕人家说你吗？哼！现在谁不知道你天天的舔着脸去找这村头李家的小子，自己都有半大的孩子了，你还臭不要脸！原来是因为那个人渣，原参的名声估计就是被这两个人搞臭的。我看爬床的人是你吧？也不知道昨天有人不睡觉跑到南边荒地上去。你胡说什么呢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里了？我没有！你个小贱蹄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找个人问不就知道了。我相信昨天晚上也不止我一个人看见吧？哎，我确实看见了。昨天晚上我看见吴婶一个人，她鬼鬼祟祟的。我好像也看见了，就是好像天有点黑，我也没有给她打招呼。嘿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我没有！臭娘们儿！我先去找那个小白脸，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！
现在趁着乡亲们都在，可以找他们换老物件。乡亲们，我家里的确有肉，而且还有别的粮食，都是我在海城的娘家人给我的。还真的有肉啊！我都2年没吃过肉了，我都忘了肉啥味儿了。村民们，我知道在荒年粮食紧缺，我家里还有些余粮，我愿意拿出来给大家换。什么？愿意拿出粮食跟我们换？现在粮食多贵呀，我也没啥能换的呀。家里的老物件，什么瓷器、盘子、罐子、铁疙瘩、铜板都能换。这我家还真有。那个新娘，那个我们家有那个不用的邮票，能换吗？可以。我们这就回家去拿。走。哦，居然真的有粮食！哟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肉，他没骗我们。先换我了，先换我了！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看来这粮食下一次还得多带一点。哥哥，娘为什么把粮食全部都卖掉？是不是娘每天又变成那种坏坏的娘亲了？哎呀，明天我就出去找吃的，一定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我和哥哥一起去。好。现在情况才刚刚好转，这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没事儿，先给他们点时间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手上的东西全都卖出去。我记得有个大学同学张琪家里就收古董，我可以问问他。喂，张琪，你家里收古董吗？收啊，你有东西要出售？对，好几件呢，你可以过来看看。行啊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样，这些能卖吗？可以卖。这些啊，我全要了。这里面价值比较高的是这件变釉天球瓶，年份嘛在清朝中期，我可以给到你4万。虽然还不够奶奶的手术费，但最起码能解燃眉之急了。这件青瓷瓶虽然也是清朝的，但这个工艺啊，它远比不上这个变釉天球瓶，我可以给到你1.6万，加上这个银币，一共给你6万，怎么样？好，没有问题。转过去了。好，我收到了。以后啊，有什么要卖的东西，可以直接联系我。快了，奶奶的手术费需要60万，我要再去荒年找些古董回来卖。先买点粮食吧，米、面、鸡蛋、肉，再买点油，给孩子们补补油水。荒年调料也少，买点调味调料。孩子们穿的也单薄，再买点衣物。荒年粮食紧缺，我表现的有点过于人中，怀璧其罪，我们孤儿寡母还得再买点东西防防身。好了，哥哥，娘还在睡觉，我们要不要跟娘说？不用管他，哥领你上山找吃的。小丫头，
王家找我要人了，今天我非把你带走不可！你抓小的，我说是大的，竟然欺负到老娘头上了！看我今天给你个好看的！妹妹，我拦住他们两个，你快去把娘叫醒。娘，回来！不是让你跑，让你跑！死丫头，别乱叫！我就是跑，我叫人跑，你给我跑！有了这个锁，就安全多了。东西都倒的差不多了，系统，空间这么多东西放得下吗？检测 IE 值为30，当前系统储物重量升级为100斤。太好了，东西也都齐活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也不知道那2个崽崽醒了没有？死丫头，你敢咬我！好你你还敢欺我！我这打开！出来！死丫头，我今天抓不到你，还过来！哎呀，死丫头，你敢踢我！过来！你个小崽子，你敢抓我！走！娘，叫我叫！这2个孩子可真难抓。这秦寡妇这个没脑子啊，怎么能生出2个这么聪明孩子的？趁秦仲没发现，咱们赶快走，快！走！谁给你们胆子，敢动我的孩子？你们趁着我睡觉就偷我的孩子？青青，你的孩子一定卖了，我来带走孩子，要是对不对？我早就说了，3天之后粮食我会如数奉还。你们过来偷我的孩子算什么意思？哼，青青，你要知道这荒年粮比金贵，我从给你粮食到今天5斤小米，可不够，至少你给我30斤。30斤？我看你不是心黑，是脸皮比鞋底子还厚。跟他说什么话？要我说，直接把孩子抢过来！去！你不就是记恨我拆穿了你和黎渊的丑事儿吗？怎么，自己做的事情还嫌丢人啊？钱秋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？你为了几斤粮食就带孩子，你还上赶着跟人家送？我以前确实不是好人，我之前那个黑心肝的怎比得上我2个可爱的孩子？不过跟吴婶上杆子要跟别人生孩子，那还是强点。钱秋，他爱和谁在一起，我根本不在意。但是要把主意打在我和孩子身上，我绝不轻易。连婶，你去抓小子，我来收拾这个臭婆娘！我今天我必须撕烂他的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看谁敢！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今天敢动我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我这棍子也不是吃素的。小时候跟奶奶相依为命，什么尖酸刻薄的亲戚都见过，这种场面不带怕。哥哥，你这点没法的做呢？你要相信娘。一根破棍子有什么可怕的啊？你刚才打倒我那是偷袭，我干了30年的农活，我还怕你个臭丫头不成？你来我就得分散着。娘好厉害呀！威力这么大呢？娘真厉害！真还剩吗？你先，还是你先。你也给他粮食，你怕什么？上！王家现在已经跟我要人了，你现在既然拿不出30斤粮食，你就乖乖的把孩子让我带走，要不然我就找乡亲们评理。好啊，那就让乡亲们看看，乡亲们来评评理啊！他们趁着我睡觉偷走我的孩子，还坐地起价要我30斤粮食啊！乡亲们，快来看看！哟，
这不是净干那缺德事的林婶吗？我听说隔壁村的孩子被她倒卖出去，第3天就被打死了。还有这吴家婶子也真是不在家好好过日子，这下可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。就是啊，咋想的？哎，说不定这年轻小伙活力盛，这姓吴的就好这口呢。说什么呀？我孩子的亲，你把30斤小米给我，我现在就走。我也不是大冤种，30斤没有，只有5斤。你居然真的有粮食？说好了，这5斤小米给你，不许再打二丫主意。好，还不走？还想再挨一棍子？大牛二丫，你没事吧？没有被吓到吧？娘，二丫以后是不是就不会被卖掉了？放心吧，娘再也不会卖掉二丫了，而且还会把二丫养得白白胖胖。大牛，你没有伤伤吧？没有。以前是娘不好，但是希望你们从现在要开始相信娘，监督娘，娘再也不会变成以前那样了。好，大牛按1值加20，二丫按1值加20。我看着秦秋之前不像人，但现在看着好多了，还知道护着孩子。我估摸着他知道李远一直拿他当傻子哄，受打击了，这会儿清醒了。是啊，我听说昨天他还给村民们拿来换粮食来着。这大过年，大家的粮食都宝贵着呢，他肯拿出来换，看来真的是变好了。我也赶紧回去找点我家的，拿来换粮食。这寡妇之前也就是好吃懒做了点儿，不善待孩子了一点儿，名声臭了点儿，说话刻薄了一点儿，蛮不讲理，目中无人，任性妄为。这人是没啥坏心思啊，这夸人的方式也是怪新颖的。秦秋啊，今天还能来换粮食不？可以，你们回去找点东西，晚上直接过来就行。行，好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娘待会儿去打点水，咱们今天洗个澡，舒舒服服的睡一觉。这些荒年就是不方便呀，打个水也要跑几里地那么远。大牛，你照顾好妹妹。我和二丫也要去。这后山离这儿有好几里地呢，你们这2个小身板怎么吃得消呢？二丫力气大着呢。也是，2个孩子独自放在家里也不安全，万一再有人找事情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。娘，这个外套好暖呀！有了这个，二丫冬天就不会冷了。大牛，你会自己洗衣服吗？娘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当然会自己洗了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拿回去，自己洗了自己穿上。娘去给你们做饭。娘，我们今天还能吃肉吗？当然了。原来有娘的感觉这么好。娘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娘待会儿给你和哥哥做的红烧肉。红烧肉是什么？会比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青菜瘦肉粥好吃吗？那肯定了。那二丫要吃好多好多呢。娘，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这是你姥姥之前给娘送的。可是我根本就没见过姥姥来给娘送粮食，也没见娘出去过。大牛这孩子太机敏了，一点都不好糊弄。这是你姥姥之前给娘送的，娘担心荒年多变，所以就埋到地下了。前段时间你姥姥说海城那边粮食多，可以用咱们这边的物件去置换更多的粮食，娘这才拿出来的。可是这些瓶瓶罐罐哪里会有粮食重要呢？这就是物以稀为贵了。你姥姥那边粮食多，瓷器少，所以粮食就不显得重要。而咱们这边没有粮食，所以粮食才显得格外重要。
所以拿我们这边的物件去换老杨那边的粮食，两边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大牛真聪明，这还是娘第一次夸我。娘，二丫一显示，娘夸夸。二丫也很棒，和哥哥一样勇敢。大牛按1值加5，二丫按1值加5。饭好了，快吃吧。娘做的饭好香。娘说这是红烧肉，比我们之前喝的粥还好吃呢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娘先吃。娘先吃。咱们都吃。哇，娘做的饭好好吃呀！娘做的饭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一点，娘以后给你们做更多好吃的。我喜欢现在的娘，我也喜欢现在的娘。大牛饱腹感加100，二丫饱腹感加100。因系统升级，能量值200已充满，剩余穿越次数2次。原来系统升级，能量值也会升级。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在原生的记忆里，两个孩子好像都没有正经的名字，总是大牛二丫的叫着。长大了也不好听啊。大牛二丫，娘想给你们换个名字。换名字？我看村里的小孩都叫什么致远、天赐啥的，娘也想给你们取个新名。改什么名字啊？有名字就不错了，还指望我给你取名字？是。那娘想给我们换什么名字？岁岁无虞，长安长乐。娘给你们叫秦长安、秦长乐怎么样？娘给你们叫秦长安、秦长乐怎么样？好听，二丫喜欢，还是和娘一个姓。二丫喜欢就好。大牛，你觉得呢？我听娘的。大牛按1值加20，二丫按1值加20。好，哥哥就叫秦长安，妹妹叫秦长乐。娘希望你们永远平安快乐。天成，我们又来换东西了。我这次拿的是大货，能不能多换点粮食？只要东西是我想要的，粮食一定给到位。那个锦秋，这个是我奶奶上山上捡的，你看能不能换？看这上面的文字，像是清家清朝的工钱，拿到现代价值会在3到5万，可以换。啊，这是5斤大米，5斤肉。啊，锦秋，你看我这碗能不能换？你不会拿着家里吃饭的碗就来换了吧？太草率了。这确实是我太奶奶吃饭的碗。这是吉州杨木叶天盏，以桑叶入釉，经高温燃烧之后，桑叶的脉络可清晰地印在盏内，形成独特的自然纹理，市面价值10万左右，确实是个好东西。那我能不能多换点肉啊？这是10斤大米，5斤肉，另外还给你1只鸡。秦秋，你婶子刚好坐月子，你看我这个能不能换1只鸡？没问题。您是要换什么？你看这个能换吗？这是七彩琉璃杯，这是七彩琉璃杯，这个还有泥土，像是刚从土里挖出来不久，价格保守估计25万，可以换。不过，您能告诉我一下，您是在哪儿挖到的？啊，就在牛头村的山头里挖的。牛头村距离大山村好几十里路，我跑过去挖，时间不允许。这是10斤大米，10斤肉，还有2条鱼，1只鸡。以后您要是再挖到好东西，您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我能给你换到更多的粮食。好啊，
这样我就不用大几斤粮食去黑市换了。黑市啊，我之前挖到好东西都是去那儿换的，不过那里进门要先交5斤小米，而且给的还没有你给的多呢。这些地下交易肯定有更多名贵的东西，你能告诉我它的位置吗？你都有这么多粮食了，还要去黑市换啊？不，我是去和他们做生意。那我给你画张图，你直接去就行。好，麻烦了。你们俩怎么还不睡觉呀？我们想等娘一起睡。是呀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睡觉了。好。我要先把手上这些卖掉，明天再去黑市看一看。这些都是真品。这个古钱币是清朝的，年份嘛不算久远，每一枚给你算3万。这个金丝楠木算2万。这个吉州窑木叶天盏。工艺价值比较高，这个我可以给到你12万，价格和我预估的差不多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张琪，你再看看这个七彩琉璃杯。张琪，你再看看这个七彩琉璃杯，这应该是元代的，保存的也比较完整，这个我可以给到你30万，成交。过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现在共有56万了，还差4万，奶奶就可以做手术了。我回去以后再去黑市一趟，那里肯定有很多好东西。荒年家家户户还依靠煤油灯照明，我可以买点手电筒这样的稀罕物，肯定也好换。还有打火机，这个电棍也带上。我不在的时候，2个孩子还能防身。千秋，你竟敢骗我，还要被吴大叔一顿毒打！等我把你家粮食都偷走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！检测到氨抑值为120，当前系统储物重量升级为300斤。这么快，系统就又升级了。我要回去看看我2个崽崽了。谁呀？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你在找什么呢？找粮食呢。谁知道秦琼那个娘们儿把粮食藏……李远，你敢半夜跑到我们屋子？秦秋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，你看看，我拿点粮食作为补偿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这吴大叔打得甚好，不愧是屠夫，有把子力气啊！秦秋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说出去吗？我说了吗？我只说考虑一下呀。别跟我玩文字游戏！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吵醒我的2个孩子，我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你拿根破棍子吓唬谁呢你？那你就试试看啊！秦秋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之前是因为我有把柄在你手里，现在咱们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先解决了你，再把长安那2个醒的，
拉出去给卖了。这东西可真好用。娘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刚有一只大老鼠，娘已经抓住了。安安，你接着睡。嗯。秦九，你敢帮我？以前都是你跪着舔着求我，现在你居然敢！你现在可以好好听我说话了。我现在说话，你只需要点头。你要是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，找我报复，我就不止电你这么简单了。我要把你扒光了，扔进村口，让你在村里也出名。那就别再来找事儿。我这电棍可不是吃素的。行了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这次过后，这李远也能消停一阵子了，谅他也不敢再来找事。娘待会儿出门一趟，你们在家乖乖等娘回来。好，姥姥会在家乖乖等娘回来的。安安，记住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放心吧，娘，我会照看好妹妹的。这黑市还真是黑如其名啊，黑漆漆的。慢着，进入黑市需要交5斤粮食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进去吧。好，没想到外面黑漆漆的，里面倒是别有洞天，像是现代的古玩店。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王二这个人不好糊弄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你是来找我换粮食的？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。王二既然能在荒年换粮搜罗这些物件，就说明他根本不缺粮。那我就必须拿出他拒绝不了的东西跟他谈判。我不是来换粮食的，我是来做生意的。我不是来换粮食的，我是来谈生意的。你跟我谈生意？你一个女流之辈，这里不是你玩过家家的地方，赶紧回去。我既然来了，我就有绝对和你谈判的资本。口气倒是不小。你知道我这的规矩吗？进门要先亮家伙，要么是硬通货，要么是能救命的宝贝。我看你两手空空，不会是想过来碰运气的吧？我要的不是寻常玩意儿，而是你压箱底的大宝。你想要我的虎丘花浓图？我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虎丘花浓图，看来李四说的没错，王二这儿确实有大货，拿到现代能卖100来万呢。我看你是许久没吃饱，饿傻了吧？虎丘花浓图，你知道那玩意儿值多少粮食吗？够一个村子吃半年。就凭你还想换？还是回家照照镜子再来吧。哼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看他两手空空，8成是来捣乱的，说不定是上面派来的探子。要我说，咱不如直接把他……我说的是真是假？你们把东西拿出来，要是符合我的标准的话，我自然会让你满意。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我王二在这黑市混了10几年，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两手空空，也敢过来跟我谈条件？你哪里来的回哪里去，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。
你说我两手空空，那你看这个符不符合你的资格？你说我两手空空，那你看这个符不符合你的资格？什么玩意儿？一个铁疙瘩也敢过来糊弄我？在荒年里，火种的储存异常艰难，除非让火种持续低强度的燃烧，但这对柴火也是不小的损耗。有了它，可以随时随地的烧火、做饭、取暖。什么东西竟然能凭空生火，还这么稳？这是打火机，在整个城市里你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。用这个换你的虎丘花浓图，够资格吧？够，还弄点吗？还不赶紧给姑娘沏茶？哎，姑娘，是我鲁莽了，冲撞了你，我这就给你拿虎丘花浓图。姑娘，这就是你要的虎丘花浓图。哎呀，我找老行家看过了，你看它没有破损，绝对保真。你要是不信呢，我再找人过来给你鉴定一遍。不错，是我要的东西，把画收起来吧。用这两个换你的虎丘花浓图。那不行。什么意思？用这两个换你的虎丘花浓图。那不行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就够了，你这给我两个，那不是我玩占你的便宜了吗？这样吧，我再给你装几斤粮食和腊肉，你带回去。不用，用这两个打火机换你的虎丘花浓图，很公平。你要是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都给我留着，我这儿啊也有些稀奇玩意儿，一定让你满意。姑娘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秦姑娘就行。秦姑娘，以后啊，您来我这黑市，没有人敢拦你。非常期待和您的下次合作。您慢走。好。你们两个以后啊，给我放机灵点。这秦姑娘可是我的贵人，要是下次来有了什么闪失，我扒了你们两个的皮。娘，没有陌生人来家里吧？没有，我和妹妹听娘的话，乖乖在家里等娘回来。那就好。进屋，娘给你们做好吃的。把手上这幅虎丘花浓图卖出去，男人的手术费就凑齐了。这次可能在现代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把两个孩子留在荒年这么长时间，我也不放心，该怎么办呢？青丘，打扫卫生啊！村长有了，之前原生对两个孩子不好，村长看两个孩子可怜，帮衬了不少。村长正直心善，让他看过孩子，我也能放心不少。唐正叔，你这是打水渠啊？对。叔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件事儿啊？青丘，您说您现在是村里的大恩人，要不是你拿出来粮食，暂时解决村里粮食紧缺的问题，我这个当村长的要愁死了。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唐正叔，我这2天要去海城回娘家一趟换点粮食，我这2个孩子有点照顾不过来，你看能不能拜托送到你那儿去帮我照顾一下？没问题，这2个娃我喜欢得紧。那就太好了，唐正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照顾的。我这儿还有点粮食跟肉，我这就给你拿去。唐正叔，你拿回去给婶子补补身体。这是不好意思呢，没有病。哎呀，唐正叔你就拿着吧，你这也没少帮我照顾孩子。您放心，我肯定把2个孩子照顾好。安、乐乐，这2个孩子改名字了？是的，我之前也没给孩子起个正经名字，老是大牛二丫的叫着。现在呀，哥哥叫秦长安，妹妹叫秦长乐。这名字好，我回去给孩子改改户口。
那就谢谢汤证书了。小事。安、乐乐，娘明天要去姥姥家一趟，你们就跟着村长爷爷好不好？娘要一起给我们带好多好吃的吗？是啊，你这个小馋猫，要听哥哥的话，不许给村长爷爷添乱。好耶，我最喜欢村长爷爷了。娘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放心，娘一定第一时间接你回来。好，我会照顾好妹妹的。汤证书，那我明天就把孩子给你送过去。好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两个孩子送走了，现在可以安心给奶奶做手术了。开始穿梭。张琪，你看看这幅画价值多少？这是《虎丘花农图》，你怎么有这幅画？是被我意外淘到的。不瞒你说啊，我爷爷一直想收藏这幅画，这奈何跑了几次拍卖会都没有碰到，这唯一一次碰到吧，还是个现代的仿品。我肯定不会看错了，这就是真品。哎，秦秋，这幅画打算出多少钱？我自然没有你懂得多，你出价吧。我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，我相信你的人品。150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和我预估的一样，没问题。过去了。哎呀，秦秋，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。上次你拿出七彩琉璃杯，我以为你是走了大运了，这没想到这次拿出的东西更硬了啊！我只是意外淘到了而已。哎，秦秋，我就不和你多聊了，我得赶紧把这幅画拿给我爷爷，让他开心开心。好。哎，秦秋，你想不想到我们公司来任职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看你每次拿的东西啊，品质都很不错。大学的时候这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啊。对于瓷器也是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当一个鉴宝师呀？鉴宝师？哎，工资你放心，年薪我可以给到你这个数，100万。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现在有了双川门系统，荒年还有2个孩子要照顾，注定是没有办法答应张琪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好吧，你现在能力这么强，也不缺我这一个橄榄枝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别的想法，或者要收拾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联系我。现在的钱足够奶奶动手术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一趟。奶奶，您在看什么呢？秋啊，你看外边的树光秃秃的，落叶归根。奶奶呀，也快到时候了。奶奶，你想说什么呢？你看你上班那么辛苦，还得要抽时间回来照顾我。奶奶呀，不能再拖累你了。奶奶，我已经攒到手术的费用了。你就别安慰奶奶了，这60万哪能是几天能赚到的呀？看来不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奶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奶奶，我一个大学同学看中我的鉴宝能力，他们的公司聘请我去当鉴宝师，年薪100万呢。哦，那秋儿真棒啊！你呀，一定要谢谢你的那位大学同学。奶奶，那这下您可以安心治疗了吧？能，奶奶呀，只要不是因为奶奶影响到你就好啊。家属在是吧？想问一下你们的手术意愿。目前医院刚好有可以适配的器官。没问题，可以手术。那待会儿带着病人做个体检，没什么问题，后天就可以手术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手术效果很好，后面慢慢恢复就好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但是不是手术成功后就万事大吉了？术后护理以及药物介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家属要提前做好准备啊。
奶奶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。医生说手术很成功，我们后面慢慢静养就行了。哎呀，秋啊，这么多天你一个人累坏了吧？只要奶奶身体好，能一直陪着我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过了这么多天，还是有点想两个孩子了。我现在就去村长家，把两个孩子都接回来。你们怎么知道娘今天要回来呀？两个娃想你想得紧，每天都跑过来看你回来没有。汤正叔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不麻烦不麻烦，两个娃陪我和你婶聊天，我俩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汤正叔，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，叫着婶子一起。我俩就不来了，你婶身体弱，怕吹凉风，你陪孩子多聊聊天。叔，这是我带的红枣，你拿回家煮煮，给婶子补补气血。这两天你给我那么多好吃的，我真的就不用拿了。村长爷，你就拿着吧。这几天在爷爷家，我和妹妹吃了好多好吃的，你就别推辞了。是啊，村长爷爷，奶奶对我和哥哥可好了。你如果不收下，我就生气了，以后再也不去村长爷爷家了。既然两个孩子都这么说了，爷爷就收下了，以后常来爷爷家陪你堂奶奶玩。再见，爷爷再见，再见。你们两个在村长爷爷家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村长爷爷给我做了这个竹天娘。村长爷爷的手这么巧呢？唐奶奶还给我扎了好看的辫子。唐奶奶编的真好看。但我一直听到村长爷爷晚上独自在屋子里叹气。叹气？为什么呢？村长爷爷好像在为村民们的喝水发愁。村民一直都在几里外的河里打水，虽说不方便，但也不至于会让唐成叔这么发愁。是打水的河道出问题了吗？村长爷爷说，上游的牛角村私自将河道改道，导致我们现在打水的那条河道根本就没有水了。这么严重？荒年没有粮食，况且还能以树皮充饥，没有水源才是最绝望的。大山村全都靠下游的水生活，上游改道，这是断了大山村所有人的活路。村长爷爷说，没有水，我们一周都撑不过，我们会不会被渴死啊？你们放心，娘不会把你们渴死的。你先带着妹妹进屋。嗯。你要是能打口水井就好了。荒年知识落后，如果我利用现在的知识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看来下一次还要带几本有关水利灌溉的书籍。娘，你干什么呢？快进屋。好，娘今晚给你们做红烧排骨怎么样？好，娘做什么我都爱吃。走。红烧排骨做好了，快尝尝吧。哇，娘做的饭好吃呀！那当然，在现代，奶奶出去工作常常不在家，我可是10岁都会自己做饭了，并且能做到顿顿不重样。快尝尝吧，两个小馋猫。这几天总算把2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养回来了。明天我再去趟黑市，看能不能再换些东西，早些回现代，找找方法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。大牛饱腹感加100，二鸭饱腹感加100。吃的好饱。乐乐，你们尝尝这个。娘，这是什么？红红的，真好看。这个也是肉吗？这个呀是奶糖，城里的小孩都吃它，娘也想让你们尝尝。甜甜的，真好吃。哥哥，你也尝尝。娘总是能拿出很多好吃的。
这些你们都拿着。娘，我和妹妹一人1颗就够了。不喜欢吃吗？小孩子不都很喜欢吃糖吗？这个东西我和妹妹从来都没见过，1颗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换好几顿肉了？原来是新糖粮食，不舍得吃，一点也不贵。粮食是粮食，肉是肉，糖是糖，你们喜欢就都拿着。大娘，我可以再吃1个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奶糖1天最多吃3个，不然对牙齿不好。知道了，娘，我会监督好妹妹的。好，那你照顾好妹妹，娘下午要出门一趟。秦姑娘，您又来了，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您上次带给我的打火机啊，真是神了。东西好用就行。你这2天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有，我这2天刚收了一个上100年的人参，我就知道秦姑娘你会要，早早给您留着呢。100年人参，人参入药价值极高，价格按克计算。若真是100年人参，那还真是赚了。来看看，快去把人参拿来。我虽对药材了解甚少，但看这人参纹路纵深，确实是有一定年份的野生人参。王二虽然狡诈，但也不至于在年份上骗我，白白丢掉我这个合作商。东西我看了，我相信王老板的为人，不会在年份上诓骗我。秦姑娘您放心，你上次送我的打火机狠狠的让我在同行面前长了脸，这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立马找人过来给你鉴定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就要这个。哎，老板，你把那个黑色的陶瓷罐子给我拿过来。那个是我前2天随手收的，不值什么钱。不过既然是秦姑娘要看，这个陶瓷罐看着很普通。秦姑娘要是喜欢这种陶瓷罐，我下次找人收几个外形更好、价值更高的给您。不用，我就喜欢这个，看着小巧。这个陶瓷罐看着不起眼，灰扑扑的，容易被人忽视。确实是宋代钧窑，虽然比不上人参几百万的价值，但几10个绝对也有了。秦姑娘喜欢就好。这个人参还有这个黑色罐子我都要了。秦姑娘看上的尽管拿走。就是不知道秦姑娘这次有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，让我们开开眼界的东西啊？看看这个。这玩意儿黑漆漆的，比手掌还大，也会喷火吗？这东西看着像个棍子，我猜是个柴火。哎呀，你们2个别瞎猜了，还是让秦姑娘给我们示范一下。什么东西是这么亮？这比蜡烛亮多了，亮得我晃眼睛。太神奇了！有了这个，大晚上上山是不是也不用害怕了？遇到猛兽直接照过去。保证眼睛给他闪瞎。这个是手电筒，晚上照明用的，这可比什么蜡烛火把好使，而且还不用担心熄灭。您经常夜里进出货，对您来说也算是好用。秦姑娘，王二感激不尽呀！这东西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您放心，您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王二在所不辞。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双方满意，您太郑重了。这个您按这个按钮就行。秦姑娘，这以后我收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提前给你报个信儿。您需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找到。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，有王二这个帮手在，我想要在荒年找什么东西都方便。好，我记下了，以后有需求我一定会联系您的。行，秦姑娘您慢走啊。秦姑娘到底什么人啊？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现在这秦姑娘就是我黑市的活菩萨，以后谁敢对她不敬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安，乐乐，这俩孩子去哪儿了？娘，金秋，2个孩子刚在村口玩，我看天色不早了，就帮你带回来了。唐支书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就是顺手的事儿。村长爷，这是娘从城里带回来的奶糖，可好吃了。
尝尝。谢谢恩恩，爷爷年纪大了，牙口不好，不爱吃糖，还是留给你和妹妹吃吧。好吧。唐正叔，我过2天可能又得出一趟远门，这孩子又得麻烦你帮我照顾2天了。没问题，你婶子正在炖汤，我带孩子上我家喝汤。唐正叔为了确保村子安全，经常晚上在村子里巡逻，有了这手电筒，肯定方便得多。唐正叔，你把这个拿着，晚上巡逻的时候能用。这是啥东西？怎么像棍子？你按下这个。这东西还会发光？难道是装了什么夜明珠？这个是手电筒，照明用的，比什么火把呀、蜡烛都好使，而且它不会熄灭。哥哥，我踩到了，哎，又跑了。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乐乐，小心别踩到哥哥手了。好。太神奇了，这可不是寻常的东西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唐正叔，你就收下吧，我这以后还得麻烦你帮我照顾孩子呢。那我就不推脱了。这东西需要喂它吃点啥？电这个东西解释起来还真是有点抽象，啥也不喂。它一直亮着。按照叔您巡逻的频次，大概能维持2到3周。它要是不亮了，您过来找我就行。好，那我就把2个娃娃带走了。娘，这次记得早点回来哦。娘，我会想你的，乐乐会好好听话的。快去吧，我这就去把人参卖掉，再想怎么在村里挖一口气。喂，张琪，我这儿有一颗100年野山参，你收吗？100年野山参，确定吗？应该没错。你如果收的话，我就不再问别人了，东西直接给你留着。我收，别找别人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。秦秋，没找别人吧？没呢，跟你打完电话就一直在等你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爷爷的一个老朋友一直在找野山参，如果你这颗真的是野生100年人参的话，我给你的价格包你满意。行，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拿人参。好。喏，你先看看这个人参，真的是野生的100年人参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品质上乘。我先称重一下，一共是32克，我给你算1克10万，怎么样？1克10万，那这野山参就是320万。没问题。哎，秦秋，这人参你要不再称一下？这毕竟误差1克，可是相差10万呢。不用，我们俩都合作这么多次了，我相信你。好。另外，这个瓷器，它虽然没有这个人参值钱，但也是实打实的宋代钧窑啊，2件打包，我一共给你400万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过去。收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这两边倒卖，来钱也太快了。现代10几块的手电筒，放到物资匮乏的荒年，就能换到价值100万的神参。这样下去，奶奶后续的医药费就完全不用担心了。趁时间还早，我得去趟医院。秋啊，医生啊正在跟我说我的身体状况呢。医生，我奶奶恢复的怎么样呀？从这几天的检查结果看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家属还是要检测体温，超过37度5的话要警惕，避免出现免疫排斥。好，我会及时注意她的体温。另外，饮食上要清淡，多吃些蔬菜水果，油腻油炸不能吃，太咸的也不行，蛋白质的摄入量要适中。好，我一定注意。再在医院观察1周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下周可以安排出院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
奶奶，这是我熬的银耳粥，您尝尝。好喝，可甜。秋啊，是不是因为奶奶耽误你找对象了？奶奶，我找啥对象呀？我还想一直陪着你。都已经无痛生娃了，哪里还需要对象啊？奶奶可惦着呢。奶奶的一个老同学呀，他是那个条件不错的，奶奶准备给你。奶奶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奶奶又该给我乱扯红线了，我还是赶紧买本书，看看怎么在荒年找水源吧。这丫头。这书上说，山湾低洼的地方能拦出地下水，这喜欢湿润的植物一定能有水源。土是湿的，这还有薄荷。耐寒，但更加喜湿，而且这还是山脚下，从这儿往下挖，说不定真能出水。不行，我一个人速度实在太慢了，我得多叫2些人过来，让乡亲们跟我一块挖，这样他们能早日喝到水。金秋，你回来了。昨晚孩子闹腾，政府还在试，晚会儿你过去接。哎，不急。唐正叔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现在你给村里换粮，村里现在不缺粮，就是缺水。前几天牛角村给上游改道，咱们吃水的那条河一滴水也没了。唐正叔，你别急，或许我有办法治理我们村里的水源。你有办法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村长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这河道没水，这全村人都无能为力。哼，他一个无知的小寡妇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今天就在山上发现了水源。什么？钱秋在山上发现了水源？真的假的呀？我去山上好几趟了，也没有发现水啊。钱秋，你别在这瞎扯了。那山上有没有水，我们全村人的眼睛都瞎吗？还用跑那么远到河道去取水？就是啊，青秋，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确实没有在山上发现过水。他们只知道找现成的水，却忽视了地下也储存着不少水源。我说的不是现成的水，而是地下水。地下水？什么地下水？我们这里前几年旱灾，哪里还有地下水，对不对？秦秋，你别再添乱了。唐正叔这几天为了喝水的事儿，都急得几天没合眼了。要不然我们和唐正叔一起，然后把那个牛角村给打一顿，然后把河道改回来。对，打他们！你们先等等，就算把河道改过来，我们身处下游也会受限于人，这终究不是一个好办法。金秋，你真在山上找到了地下水。金秋，你真在山上找到了地下水。对，就在后山山脚上，那里土壤更加湿润，我相信挖个几米一定能出水。秦秋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主要是我们村里之前就去挖过几处，但都没见着水。金秋，你有多大基因能挖出水？我昨天挖了几铲子，而且下面的土壤比上层更湿润，我相信有80%的把握。唐正叔，这挖井费时又费力，你不会真的要相信秦秋要去挖吧？是啊，虽说现在秦秋人是好多了，还给我们送了几袋粮食，但挖井还是算了吧。你们也知道，之前粮食是秦秋给我们换的，没有秦秋，咱们村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村长说的对，人家秦秋帮了我们村那么多，现在还想着出主意，你们就会说风凉话。
那一天拿的手电筒就是秦秋给我的，就是那个会发光的大棍子。呀，秦秋真有点东西啊！拿东西都是咱们没见过的稀罕物。秦秋，那个发光的物件还有吗？我也想换一个。有，大家可以把你们家里的老物件和在身上挖上的药材拿过来，随时置换。故弄玄虚。各位乡亲，听我说，大家以前可能对秦秋颇有微词，但现在秦秋在灾荒年给大家换到了粮食，还找到了水源，这真是把乡亲们放在了心上。本来我家里都没有粮食了，多亏了秦秋给我换的几袋米，才让我们一家又都活了过来。那秦秋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呀！对，是。就凭秦秋真心对我们好，拿出来的东西新奇又好用，我愿意相信秦秋。如果真的能在山上挖出一口井，我们就不用担心别的村在河道上动手脚了。我听堂主说的，要是真能挖着水，我们就再也不用看牛角村人的眼色。就是啊，那以前去挡个水还得被鄙视两眼，要是真的有干净的水源，谁还稀罕那东西啊？那大家伙拿上东西，咱们一起上山挖。哎，你们还真要去挖呀？他随口说的，哎，你们也信？如果不想去挖也行，那打出来的水，他家一口也不许喝。既然不想给大家共担风险，那也不能给大家共享成果。我们走。好。哎呀，我没有说我不去啊，我去。哎呀，就在这儿。你傻我们玩的吧？你随便指一个破地方就让我们挖。唐正说，这块土地是湿润的，而且这个附近都长着薄荷，薄荷喜湿，从这儿往下挖，很大几率会有水源。确实，这片土壤湿润。秦秋，您观察的确实细致。那秦秋他怎么会懂这个呢？瞎蒙的吧？大家伙，秦秋说的没错，这块可能真有地下水，咱们接着继续往下挖，看看能不能出水。好。失策，我怎么就没把现在的钻井机换回来？这样的话，估计没一会儿就能挖出水，还是先看看吧。如果地质层比较复杂的话，还是要回去换个钻井器。哎，你们快看，这泥土真的更湿了，这才挖了半米，看秦秋说的是对的，我们真的要自己水井了。大家伙接着挖，争取今天把水井挖出来。水升上来了，真的有水了！太好了，老天保佑我们不会被渴死了。这真是有水了！这要谢谢秦秋了，要没有秦秋先发现水源，咱们怎么能挖出一口井来？谢谢你啊，秦秋，要不然我这拖家带口的没处担水，还真要渴死了。是啊，我之前感觉你对孩子们不好，没心没肺的，现在看来真是错怪你了。你现在才知道，当时秦秋给我家换粮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秦秋的好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夸我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井砌下来，我们大家都能喝到水。现在大家在荒年也不担心营水和粮食，现在奶奶的病也治好了，这个双传系统真不赖。